《女图101集》是小豪的个人回，本集一开始就看见小豪在叽叽喳喳的抱怨今天的倒霉事，好不容易遇到一只野生的啃果虫，正当想要收服的时候，敲云猴却跳了过去攻击啃果虫，结果把他吓跑了。小豪抱怨敲云猴怎么这么顽皮。眼看天色渐晚，两人开始露营吃晚饭，原本打算留一些食物用来引诱野生豹梦，结果也不知道是肚子太饿还是咖喱饭太好吃，两人把一大锅饭吃得精光。吃饱喝足，小豪打算继续找野生豹梦，却没想到一只野生豹梦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是一只帕东猴，它是敲云猴的进化型。小豪自然也不废话，一球砸了过去。可是这只帕东猴也是有备而来，抬起手中棍子把竞技球打了过去，直接砸在了小豪的脸上。打得好！帕东猴感受到敌意也就跑走了，而小的敲云猴似乎对于自己的进化型非常感兴趣，不知道是不是埋下了想要进化的伏笔。小豪也挺记仇的，这只帕东猴居然敢拒绝收服，他于是有小智就要用食物再把这只帕东猴吸引过来，但是他们带的东西已经吃光了。正当小豪苦恼之际，一个路人大叔出现，给了小豪材料。有原材料的小豪就吃一锅糊糊，不一会儿帕东猴就被香味吸引过来。小豪正想丢球的时候，敲云猴又出来捣乱，他直接蹦到帕东猴面前，和帕东猴说着什么听不懂的话。接着帕东猴和敲云猴就开始互动起来，一番玩耍之后，敲云猴直接骑着帕东猴跑进了森林深处。这可把小豪急坏了，我来抓宝可梦，怎么自己宝可梦还跑了？于是赶紧跟了上去。帕东猴和敲云猴也没有跑远，他们来到一块堆满核桃的平台上。帕东猴熟练的使用头上的棍子打开核桃使用，但敲云猴这个笨蛋连开核桃都不会。帕东猴耐心的教他木棍的使用技巧。小豪看着这温馨的场景，于是跑过去问帕东猴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敲云猴，不如就成为我的宝可梦吧，这样你就可以每天和敲云猴一起玩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真是无语了。那帕东猴自然不会如他的愿，这里其实是帕东猴的部落，转眼间就出现了好几只帕东猴，就连一只凶猛悍将轰雷金刚信也从黑暗中现身。他们来到这里进行音乐的合作交流，大家都被这欢快音乐声所感染，但是唯独之前那只帕东猴无法加入演奏，因为他少了一根木棍，打出来的声音显得格格不入，这可能是他之前独自行动原因。被孤立的帕东猴再次跑走，只不过这次敲云猴又跟了上去，他想要把自己的木棍交给帕东猴，让他完成演奏，但是这两根木棍尺寸都不对，并且如果敲云猴自己没有了木棍，也就无法和其他同伴交流。帕东猴拒绝敲云猴的好意，这一次敲云猴却意外的执着，他又想到一个好办法，他拿出一个棍子，同样打出了之前帕东猴们演奏的旋律，这让众人十分惊讶。帕东猴意识到缺少一个木棍也许问题不大，于是帕东猴和敲云猴开始练习，想要让一根木棍打出两根木棍的节奏，首先要强化手臂力量。小智就要皮卡丘从文兵出场，通过对战帮助帕东猴，而之前最想收服帕东猴的小豪这会儿就在一旁看着，啥也不做。其实帕东猴族群里也有关系那个个体的存在，另一只待宰母猴摘了树果给帕东猴补充体力，让他能够持续进行锻炼。一段时间后，帕东猴修炼出了强大臂力，再经过一个晚上的不间断练习，在朝阳升起的那一刻，这只帕东猴用一根棍子完整打出了整首曲子。帕东猴练完回到族群开始了大合奏，结果自然是十分成功，这让身为首领的轰雷金刚信情绪变得激昂起来，他拿出了自己的鼓加入演奏，演奏过程中周围的草木都长了出来。你这轰雷金刚信还是个青草制造者的特性啊！敲云猴末尾还想让帕东猴加入小的队伍，帕东猴自然不肯。比起在一旁干瞪眼的小豪，我觉得他估计更喜欢陪他训练的小智。小豪还担心敲云猴会赖在帕东猴领地不走了，可是编剧显然不会写这种结局，于是两人就这么离开了。本集讲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，不过从本集小豪的行为来看，我觉得编剧好像已经放弃这个角色，直接摆烂了。整件事因你而起，但是连刷好感的流程都不愿意走，这种角色干脆一路写到黑吧。